贺顿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用这种怜悯的感去看着我。我不需要你拯救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可怜虫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觉得你可以把你憋在心里的东西说出来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解决，你觉得呢？你现在不把我当罪犯，把我当成你的来访者了，还是说，你把我当成了一个精神病？你误会了，佳辉。我觉得我之前对你的想法和判断出现的一些偏差。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，你不要用你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别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。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全世界都需要你的拯救？每个人心里都有问题，你真把自己当英雄了？佳辉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收拾点东西。啊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之所以想跟你说对不起，是因为我觉得身为朋友，我之前不够关心你。我明明有察觉你的处境，却没能为你做更多。你对我的关心和了解远多过我对你的，可是我却一无所知。好像你的家庭你也很少提及他们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喜欢把什么都憋在心里的人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如果你真心把我当朋友，你可以跟我倾诉，也许这样对你来说会舒服很多。贺顿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用这种怜悯的感去看着我。我不需要你拯救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可怜虫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觉得你可以把你憋在心里的东西说出来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解决，你觉得呢？你现在不把我当罪犯，把我当成你的来访者了，还是说，你把我当成了一个精神病？你误会了，佳辉。我觉得我之前对你的想法和判断出现的一些偏差。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，你不要用你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别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们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。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全世界都需要你的拯救？每个人心里都有问题，你真把自己当英雄了？好吧，我相信你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的。你现在最好的方法是把内心积压那么久的情绪给释放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我刚才说的话刺痛了你，对不起。进。哎，凯毅啊，拿的什么呀？您看一下。新形式新包装，
你现在得先想着怎么改变这个局面。你这翻天覆地呀，什么都敢提呀！哎呀，我知道我现在提什么要求都是没有资格，但是这个新形势我确实是想了很久，不破不立。我希望您再支持我一次。说说。我想做一个90年代的经典故事的投稿板块，根据听众的投稿呢，去做一个实地的调查，然后再找一些比较符合年代感的实地线索，从挖掘跟探索的角度，抽丝剥茧的给观众一个还原，给到观众一个身临其境的参与感。你是说前几年那个叙事性的故事那个节目模式呗？那早就饱受诟病了。听众刚听了几天，越听越没意思。从我的经验来判断呢，这些节目被诟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是胡编乱造的。我认为只有真实的故事才可以打动人心，但是现在真实的素材往往是不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愿意露脸去暴露自己的隐私，所以这也是咱们节目的一个优势。还有一点，捡重点说，我们只做一个主题：时间遗忘的爱人。谢谢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我对她的记忆掺杂了许多事情，有好有坏，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。我想那些不好的经历或者回忆，你妈妈也不会是故意的。也许吧。我不知道该从哪开始跟你说。那就从你开心的记忆开始说起吧。她在我的记忆里总是很美，是她叫我拉小提琴，给我读睡前故事。就算我调皮，满屋子跑着飞纸飞机，她也总是笑着。她很聪明，这世界上好像没有能难倒她的问题。别人都觉得她很脆弱，但她在我面前却表现得很坚强。虽然用她自己的方式。你吃不吃？还不吃到一边去！你想不想吃大白兔奶糖啊？这2颗糖就归你了。现在闭上眼睛，从1数到10。我之前之所以不想告诉你这些事情，是因为人们总是用同情的眼光去看待离异家庭的孩子，把成年后犯的错误归结于原生家庭。但我觉得这并不公平。难道家庭完整的孩子就一辈子不会犯错吗？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。既然我犯了错，我就有能力承担后果。我也不需要你的原谅。我不会原谅你犯的错误，至少现在不会。可是我跟你成为朋友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这是2码事儿。家辉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像，我们都经历了正常人不可能经历的痛苦，还有回忆。可过去的事情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现在，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痛苦当中。而且我相信，你的妈妈她一定很爱你。